好，本小节我们来学习一下 AD 转换的代码部分啊。我们先看一下经验图，打开7-1 AD 单通道的图片，看一下哈。这个经验图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在这里我们接了一个电位器，这个电位器有3个引脚，分别插在这3排孔里。电位器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哈，左边和右边的2个引脚接的是电阻的2个固定端，中间这个引脚接的是滑动抽头。电位器外边这里有个十字形状的槽可以拧啊，往左拧抽头就往左靠，往右拧抽头就往右靠。所以外围电路这里，我们把左边的固定端接在负极，右边的固定端接在正极，中间就可以输出从负极到正极可调的电压了。然后右边这里我们把可调的电压输出接在 PA0 口，在这里根据引脚定义表 PA0 到 PB7 这10个引脚是 ADC 的10个通道啊。所以这10个引脚你可以任意选，接在哪个都行。但是其他的这些引脚啊，不是 ADC 的通道，就不能接模拟电压了。那我们看一下面包板，来接一下电路。首先拿出这个蓝色的小电位器，把这3个引脚的一次啊放在上面，然后插在面包板上。接着用跳线把最左侧引脚引到负极，最右侧引脚引到正极，中间是输出啊，用一根飞线引到 PA0 口，这样电路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打开工程文件夹，复制一下 OLED 的工程，改个名啊，叫7-1 AD 单通道，打开工程。这些先删掉啊，编译一下。老规矩，我们给 AD 转换先建一个模块啊，这个步骤已经演示过很多次了哈，所以就直接加速一下。好，现在我们就已经在 Hardware 文件夹下建好了 AD.C 和 AD.H 的文件，然后在 AD.C 文件里写个初始化函数啊 ，void AD init void。在这里我们对 ADC 进行初始化。那初始化的步骤呢，我们还是看一下这里我总结的这个结构框图啊。我们把这个结构打通，在原理上能够让这个外设运转起来。那该怎么配置，自己心里就应该有数了哈。具体的步骤就是：第一步，开启 RCC 时钟，包括 ADC 和 GPIO 的时钟。另外这里 ADC CLK 的分频器啊，也需要配置一下。然后从左到右，第二步配置 GPIO， 把需要用的 GPIO 配置成模拟输入的模式。第三步配置这里的多路开关，把左边的通道接入到右边的规则组列表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点菜哈，把各个通道的菜列在菜单里。接着第4步就是配置 ADC 转换器了，在库函数里是用结构体来配置的，可以配置这一大块电路的参数，包括 ADC 是单次转换还是连续转换，扫描还是非扫描，有几个通道，触发源是什么，数据对齐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这一大批参数啊，用一个结构体配置就可以了。然后上面这些，如果你需要模拟看门狗，那会有几个函数用来配置阈值和监测通道的。如果你想开启中断，那就在中断输出控制里用 itconfig 函数开启对应的中断输出，然后再在 NVIC 里配置一下优先级，这样就能触发中断了。不过这一块模拟看门狗和中断我们本节暂时不用哈，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自己配置试一下。那接下来就是开关控制，调用一下 ADC command 函数，开启 ADC， 这样 ADC 就配置完成了，就能正常工作了。当然在开启 ADC 之后，根据手册里的建议啊，我们还可以对 ADC 进行一下校准，这样可以减小误差。那在 ADC 工作的时候，
如果想要软件触发转换，那会有函数可以触发哈。如果想读取转换结果，那也会有函数可以读取结果。这个等会儿介绍库函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好，这些就是我们程序的大概思路了。然后我们回到程序这里来，看一下 ADC 相关的库函数哈。首先我们看一下 ADC CLK 的配置函数，这个是在 RCC 里面的哈。我们找一下，打开这个 RCC.h 文件，拖到最后，在这里啊，可以看到这个 RCC ADC CLK config， 这个函数是用来配置 ADC CLK 分频器的，它可以对 APB2 的72兆赫兹时钟选择2468分频，输入到 ADC CLK， 这就是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在 RCC 库函数里面的哈，别忘了配置了。然后我们找一下 ADC 的库函数，打开 ADC.h 文件，拖到最后，看一下。首先前面几个 delete 恢复确认配置， elite 初始化， struct elite 结构体初始化，这些都是老朋友啊，不用多讲。然后 ADC CMD 这个是用于给 ADC 上电的，也就是 PPT 这里的开关控制啊。然后 DMA CMD 这个是用于开启 DMA 输出信号的，如果使用 DMA 转运数据，那就得调用这个函数，这个我们下节讲 DMA 的时候再用哈。接着是 IT config 中断输出控制，也就是 PPT 的这里啊，用于控制某个终端能不能通过 NVIC。接下来这里有4个函数，分别是复位校准、获取复位校准状态、开始校准、获取开始校准状态，这就是用于控制校准的函数。我们在 ADC 初始化完成之后，依次调用就行了。然后继续啊 ，ADC 软件开始转换控制，这个就是用于软件触发的函数了，调用一下就能软件触发转换了，也就是这里的触发控制。我们这个代码目前使用软件触发啊。接着下面是 ADC 获取软件开始转换状态。从名字上来看，这个函数好像是判断转换是不是正在进行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调用这个函数来判断转换是否已经结束呢？答案是不行的啊。这个可以分析一下源码。我们跳到源码，可以看出这个函数就是用来获取 CR2 的 SWStart 这一位。然后再对照手册的寄存器描述找一下，可以看到啊，这一位的作用是开始转换规则通道，由软件设置该位已启动转换，转换开始后硬件马上清除此位。所以这里这个函数就是给 SWStart 位至1以开始转换的，这个函数是返回 SWStart 的状态。由于 SWStart 位在转换开始后立刻就清零了，所以这个函数的返回值跟转换是否结束毫无关系啊。那如何才能知道转换是否结束呢？我们需要用到下面这个函数 getFlagStatus 获取标志位状态，然后参数给 EOC 的标志位，判断 EOC 标志位是不是至1了。如果转换结束 EOC 标志位至1，然后调用这函数判断标志位，这样才是正确的判断转换是否结束的方法。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函数其实没啥用啊，我们一般不用，不要被它误导了。然后下面这2个函数是用来配置间断模式的。第一个函数是每隔几个通道间断一次，第二个函数是不是启用间断模式。需要间断模式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接着下面这个函数 ADC 规则组通道配置，这个函数比较重要哈，它的作用就是这里给序列的每个位置填写指定的通道，就是填写点在菜单的过程。第一个参数是 ADCX， 第二个 ADC Channel 就是理想指定的通道，第三个 Rank 就是序列几的位置，然后第4个 Sample Time 就是指定通道的采样时间。这是这个函数。接着下面 ADC 外部触发转换控制，就是是否允许外部触发转换。然后是 ADC 获取转换值，这个函数也比较重要啊，就是获取 AD 转换的数据寄存器
读取转换结果就要使用这个函数。之后 ADC 获取双模式转换值，这个是双 ADC 模式读取转换结果的函数啊，我们暂时不用。好，到这里，以上这些函数就是对 ADC 的一些基本功能和规则组的配置。然后接下来，这里有一大批函数，这些函数里面都带了一个 injected， 就是注入组的意思啊。所以这一大批函数都是对 ADC 注入组进行配置的。那注入组我们暂时不多讲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然后继续下面的这3个函数就是对模拟看门狗进行配置的。第一个是是否启动模拟看门狗，第二个是配置高低阈值，第三个是配置看门的通道。之后 ADC 温度传感器内部参考电压控制，这个是用来开启内部的2个通道的啊。如果你要用这2个通道，那得调用一下这个函数开启一下，要不然是读不到正确的结果的，这个注意一下。那最后4个获取标志位状态，清除标志位，获取中断状态，清除中断挂起位，这些函数也是常用函数了哈，不用多说。好，函数看完，我们来开始写代码。回到 AD.C 文件，在这里开始数字化。第一步，那当然是开启时钟啦。RCC APB2 外设时钟控制 ，RCC APB2 外设 ADC1 Enable， 开启 ADC1 的时钟。ADC 都是 APB2 上的设备啊，所以这里用 APB2 开启时钟的函数。然后我们还要使用 PA 零口，所以复制一下，这里改成 GPLA， 再开启一下 GPLA 的时钟，这样时钟就开启好了。接着不要忘了哈，还有一个 ADC CLK 需要配置。我们到 RCC 点去里来，复制一下这个 ADC CLK config， 放到这里，看一下参数啊。这里一目了然，有4个参数，分别是2、4、6、8分屏。配置好之后 ，ADC 的 CLK 等于 PCLK2 除以2、4、6、8。这个 PCLK2 就是 APB2 时钟的意思。那我们选择这个6分屏，放到这里。分屏之后 ，ADC CLK 等于72兆赫兹除以6等于12兆赫兹。这样 ADC CLK 就配置好了。接着我们进行下一步配置 GPIO。我们打开这个 LED.C， 复制一下初始化代码，放到这里看一下。首先 GPIO 模式这个要改一下，我们转到定义，这里要选择 A-IN 模拟输入这个模式。这个我们之前讲 GPIO 的时候也说过哈，在 A-IN 模式下 GPIO 口是无效的，断开 GPIO， 防止你 GPIO 口的输入输出对我模拟电压造成干扰。所以 A-IN 模式就是 ADC 的专属模式。那这里复制 GPIO mode A-IN， 放到这里，然后 GPIO pin 改成 pin 0，下面初始化 GPIO-A， 这样 PA 零口就被初始化成了模拟输入的音节了。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选择规则组的输入通道。这里看一下，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函数，复制一下，放到这里。参数第一个 ADCX 给 ADC1， 剩下的转到定义看一下。第二个参数是指定通道，这个参数可以是下面的一个值啊。然后下面就是通道0到通道17，我们选择通道0啊，放到这里。接着继续，第3个参数 rank 解释是规则组序列器里的次序，这个参数必须在1到16之间，对应的就是规则组这里的16个序列。那我们目前只有 PA0 一个通道，使用的是非扫描的模式，所以这里指定的通道就放在第一个序列1的位置。之后继续啊，还有一个参数指定通道的采样时间，下面就是采样时间的参数啊，这个就根据你的需求来了，需要更快的转换就选择小的参数，需要更稳定的转换就选择大的参数。
如果对速度和稳定性都没啥要求，那随便选就可以了哈。这里我们这个项目没啥要求哈，所以就随便选个555吧。这时的采样时间就是 55.5 个 ADC CLK 的周期。那之后把参数放到这里，这样输入通道就选择好了。现在我们的配置是在规则组菜单列表的第一个位置写入通道0这个通道，在 PPT 的这个图里表示的话，就是在这个序列1的位置写入通道0。如果你还想在序列2的位置写入其他的通道，那就复制一下这个代码，把这个序列数改成2，然后指定你想要的通道，比如通道3、通道8、通道10等等。如果还想继续填充菜单，那就再复制，修改序列和通道，这样就可以了。另外每个通道也可以设置不同的采样时间哈，这个在最后一个参数修改就是了。那这就是填充菜单列表的方法。我们目前只需要一个通道0，后面的先删掉哈。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用结构体初始化 ADC。这里我们需要用到 ADC elite 函数。第一个参数给 ADC 1，第二个参数是结构体。那我们转到定义，复制一下这个结构体类型名，在这里粘贴，起个名字ADC elite structure， 把结构体成员都引出来。这里把结构体稍微换个次序这样好看一些。换个次序对功能没有任何影响最后把结构体地址放在初始化函数里，这样就好了。然后依次看一下参数。第一个 ADC mode 是 ADC 的工作模式，我们看一下介绍这个参数是配置 ADC 是工作在独立模式还是双 ADC 模式。搜索一下参数取值范围有这么多模式可以选择，其中第一个 independent 是独立模式，就是 ADC 1和 ADC 2各转换各的，剩下的就全是双 ADC 的模式了，这些比较复杂我们先不用，所以这里就选择第一个独立模式放在这里。接着是数据对齐，看一下这里介绍是指定 ADC 数据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搜索一下参数列表这里第一个是右对齐，第二个是左对齐。这两个对齐方式上一小节我们也讲过所以这里就选择右对齐，复制放在这里，这是数据对齐。接着下一个外部触发转换选择，就是触发控制的触发源看一下介绍。这里说的是定义用于启动规则组转换的外部触发源，参数取值列表搜索一下。在这里有这么多参数它们对应的就是 PPT 这里的这个结构框图的这里外部触发源选择。这里这些参数都是一一对应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里有个外部触发 none， 就是不使用外部触发，也就是使用内部软件触发的意思。那我们本节代码使用软件触发，所以就选择这个参数，复制，然后放在这里。这就是触发源，使用软件触发。接着下面3个参数第一个连续转换模式，这个可以选择是连续转换还是单次转换。第二个扫描转换模式，这个可以选择是扫描模式还是非扫描模式。第三个通道数目，这个是指定在扫描模式下总共会用到几个通道，那对应的就是我们 PPT 的这4种模式了。单次转换非扫描，连续转换非扫描，单次转换扫描，连续转换扫描。通道数目的参数就是这里扫描模式总共需要扫描几个通道。那回到代码，这3个参数怎么配置应该就有思路了。我们看一下参数介绍。第一个跳转一下，这里写的是指定转换是连续模式还是单次模式。这个参数可以是 enable 或 disable。enable 就是连续模式
disable 就是单次模式，然后另一个参数在这里介绍是指定转换是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非扫描模式单通道，这个参数也是 enable 或 disable 啊。enable 就是扫描模式， disable 就是非扫描模式。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在这里啊，介绍是指定规则组转换列表里通道的数目，这个参数必须在1到16之间，这些应该不难理解吧？那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这个代码目前使用的是单次转换非扫描的模式，所以这两个参数都给 disable， 这样转换模式就配置好了。然后通道数目目前是1个通道，所以给1。其实这个参数仅在扫描模式下才需要用啊，如果是非扫描的模式，那整个列表就只有第一个序列有效，所以在非扫描的模式下，这个参数其实是没有用的。你无论写多少数目，最终都只有序列1的位置有效。好，到这里我们 ADC 的整体结构就配置完成了。之后中断和模拟看门狗，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这里继续配置，那我们就暂时不用了哈。所以这里就可以开启 ADC 的电源了。看一下函数，复制这个 ADC CMD 函数，放到这里。参数第一个 ADC 1，第二个 enable， 开启 ADC 的电源，这样 ADC 就准备就绪了。那在开启电源之后，根据手册的建议，我们还需要对 ADC 进行校准。对于校准，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校准的函数了，对吧？来找一下，这里有4个函数，对应校准的4个步骤。第一步，调用第一个函数复位校准；第二步，调用第二个函数等待复位校准完成；第三步，调用第三个函数开始校准；第四步，调用第4个函数等待校准完成，这样就行了。那我们复制第一个函数，放在这里，参数给 ADC 1，这样就可以复位校准了。接下来继续复制第二个函数，放到这里，参数 ADC 1，这个函数是返回复位校准的状态，所以如果要等待复位完成的话，还需要加一个 while 循环。如果没校准完成，就在这个 while 空循环里一直等待。那获取的标志位和是否校准完成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呢？这个得参考一下寄存器说明哈。我们跳转到函数定义，返回值说明是 ADC 复位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set 或 reset。在下面可以看出来啊，它获取的就是 CR2 寄存器里的 RST-CAL 标志位。那之后就需要参考一下手册的寄存器描述啊，在这个 CR2 寄存器里找一下，这里就是这个标志位的说明啊。他说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所以该位的用法就是你软件置该位为1，那硬件就会开始复位校准。当复位校准完成后，该位就会由硬件自动清零。那回到代码的这个，我们这一行代码开始复位校准，看一下哈，就是把这一位置1，然后获取复位校准状态就是读取这一位。所以在读取这一位的时候，如果它是1，那就需要一直空循环等待；如果它变为0了，那就说明复位校准完成，可以跳出等待了。所以这里 while 的条件就是获取标志位是不是等于set。如果等于 set，while 条件为真，就会一直空循环。一旦标志位被硬件清零了，这个空循环就会自动跳出来，这样就实现了等待复位校准完成的效果。当然这个等于set 也是可以省略的哈，因为返回值 set 直接作为条件和是不是等于set 作为条件，效果是一样的。好，接下来继续啊，我们看一下函数，复制第3个开始校准，放到这里，参数给 ADC 1，这样就能启动校准了。之后内部电路就会自动进行校准，过程不需要我们管哈。最后我们还需要等待校准完成，看一下函数，复制第4个函数，获取校准状态，然后放到这里。
参数还是 ADC1 啊。同样，我们也用 while 把它套起来。循环条件是校准标志位是不是等于set， 这样就可以等待校准是否完成了。到这里 ADC 的初始化就已经完成了。我们配置好了时钟 GPIO 口，选择好了输入通道，初始化好了 ADC。我们目前的模式是单次转换非扫描的模式啊。最后给 ADC 上电进行校准，这样 ADC 就处于准备就绪的状态了。那我们想启动转换获取结果，就可以在下面再写一个函数，函数的返回值是 uint16-t 无符号16位整形，名字起一个叫 ad_get_value， 参数暂时不需要。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执行的流程就是 PPT 的这里，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就行了。首先软件触发转换，然后等待转换完成，也就是等待 EOC 标志位至1啊。最后读取 ADC 数据计算器就完事了。回到代码看一下函数，触发转换，我们用这个软件触发转换的函数复制放到这里。第一个参数给 ADC1， 第二个新的状态给 enable， 这样就可以触发 ADC 就已经开始进行转换了。那转换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还需要等待一下。看一下函数啊，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获取标志位状态的函数，复制放到这里。第一个参数给 ADC1， 第二个参数看一下，这里有5个参数。第一个 AWD 模拟看门狗标志位，第二个 EOC 规则组转换完成标志位，第三个 JEOC 注入组转换完成标志位，第四个 JStart 注入组开始转换标志位，第5个 Start 规则组开始转换标志位。那我们需要判断规则组是不是转换完成了，所以就使用第二个规则组转换完成标志位这个参数，然后放在这里第二个参数的位置。同样我们也需要套一个 while 空循环来实现一个等待的过程。那返回的标志位 set、reset 和转换是否完成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参考一下手册的寄存器描述啊。在这个状态计算器里有这个 EOC 转换结束标志位，我们获取的就是这个 EOC 标志位啊。介绍是该位由硬件在规则或注入通道组转换结束时设置。这个 EOC 是规则组或注入组完成时都会质疑啊。之前说的这个 EOC 只是规则组的完成标志位是有点问题的哈，这里排查个错误，注意一下。所以说这个寄存器描述也是很重要的哈，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还是需要看寄存器描述才能清楚。那我们接着看这一位由软件清除或由读取 ADC-DR 时清除。ADC-DR 是数据计算器啊，一般 EOC 标志位至1，我们就会来读取数据，所以它就多设计了一个功能，就是这一位可以在读取数据计算器之后自动清除，就不需要你再手动清除了，可以省条代码。这就是这个标志位，当它为0时表示转换未完成，为1表示转换完成。所以在这里当 EOC 标志位等于 reset 时，转换未完成， while 条件为真，执行空循环。转换完成后 EOC 由硬件自动至1，那 while 循环就自动跳出了，这样就是等待转换完成的代码。那具体会等待多长时间呢？我们刚才配置的时候指定了这个通道的采样周期是 55.5， 转换周期是固定的 12.5， 加在一起就是68个周期。前面我们配置的 ADC CLK 是72兆赫兹的6分频，就是12兆赫兹，12兆赫兹进行68个周期转换才能完成。最终的时间可以算一下，就是12兆分之1再乘68，结果大概是 5.6 微秒哈。这个我们上一小节讲转换时间的时候也讲过啊，如果想算的话就这样算。所以这个 while 循环大概会等待 5.6 微秒，这就是等待的时间。那等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取结果了。看一下函数啊，取结果就用这个 ADC 获取转换值，复制放到这里。
参数给 ADC1， 它的返回值就是 AD 转换的结果。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返回值 return 过去。获取转换值的函数也可以看一下内部代码，它就是直接读取 ADC 的 DR 数据进行器。那这里因为读取 DR 进行器会自动清除 EOC 标志位，所以这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手动清除标志位了。这样启动等待读取的过程就写好了。它和我们 PPT 的这个流程是对应的哈。调用一次这个函数就相当于执行了一次这个流程，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理解哈。好，那这个 AD 单通道的代码就写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首先把这两个函数的第一行放在头文件里声明一下，编译看一下，没有问题。然后回到主函数，先 include 一下 AD.h 的头文件，然后 main 函数里先调用 AD_elite 初始化 ADC， 之后在主循环里直接调用 AD_getValue。这个函数里启动等待读取一气呵成啊，返回值直接就是转换结果。那我们在上面定义一个变量 uint 16-t AD_value， 然后把返回值放在 AD_value 里存着，之后调用 OLD 显示一下。先在上面啊 OLD 修 string 一行一列显示 AD_value， 然后在下面 OLD 修 number 一行9列显示 AD_value， 长度为4啊，这样就行了。编译看一下，没问题啊。下载看一下面包板，可以看到 OLD 上已经有数据了啊。领一下电位器看一下，往左领数据减小，最小值是0，往右领数据增大，最大是4095。可以看出啊，目前的代码功能是没问题的。那这里 AD 值的末尾会有些抖动啊，这是正常的波动。如果你想对这个值进行判断啊，再执行一些操作，比如光线的 AD 值小于某一阈值就开灯，大于某一阈值就关灯，那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哈，比如光线逐渐变暗， AD 值逐渐变小，但是由于波动 AD 值会在判断阈值附近来回跳变，这会导致输出产生抖动，来回开灯关灯开灯关灯，是吧？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这个可以使用迟滞比较的方法来完成，设置2个阈值，低于下阈值时开灯，高于上阈值时才关灯，这就可以避免输出抖动的问题了。这个跟我们 GPIO 那一节讲的施密特触发器是一个原理啊。另外，如果你觉得数据跳变太厉害，还可以采用滤波的方法，让 AD 值平滑一些，比如均值滤波啊，就是读取10个或20个值，取平均值作为滤波的 AD 值，或者还可以裁减分辨率，把数据的尾数去掉啊，这样也可以减少数据波动，这都是可行的方法啊。大家实际遇到这方面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代码。如果想显示一下实际的电压值怎么办呢？这只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线性变换就行了。那我们再在上面定义一个变量，表示电压 float voltage， 然后修 string 复制一下。现在2行1列显示个 voltage 冒号 0.00 伏，之后下面 voltage 等于 AD_value 除以4095乘以 3.3， 这样就能把0到4095的范围变换到0到 3.3 了。另外这里因为 AD_value 是整数啊，在除4095之后会舍弃掉小数部分，这样会导致计算错误，所以我们先把 AD_value 类型强转为 float， 这样再除才不会出问题。还有啊，这里实际上 AD 值等于4096时才对应 3.3 伏啊，会有一个数的偏差，所以 AD 值最大的4095实际上对应应该是
3.3伏小一丢丢，没有办法达到满量层3.3伏。这个是受限于 ADC 的结构啊，具体就不再细说了。总之就是你认为4095对应3.3伏可以，认为4096对应3.3伏也可以，只有一点点偏差啊，也看不出来差别。那回到这里，电压的数据有了，接下来用 OLED 显示一下吧。我提供的 OLED 驱动还没有显示浮点数的函数啊，这个之后讲 OLED 的时候再给大家安排上。还有显示汉字啊、显示图像的功能也都会安排的。目前这里我们如果想显示浮点数，可以用显示整数的函数来操作啊。OLED show number 在2行9列显示 voltage 长度为1，voltage 的范围是0到 3.3， 如果直接 show number 的话，小数就会舍弃掉，这就是显示整数的部分。然后再来一个 OLED show number 在2行11列显示 voltage 乘以100，先把数扩大100倍，比如原来是 1.23， 现在就是123，然后再对100取余，123对100取余就是23，这样就把 1.23 的小数部分取出来了，显示在11列。另外，由于浮点数是不能取余的，所以 voltage 乘100之后要扩起来，然后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变成整数，比如 uint16-t， 再对100取余，这样才行。然后显示的长度为2，这样就可以显示浮点数了。那最后加一个 delay 100毫秒哈，让它刷新的慢一些。然后再试一下编译、下载，看一下，这样电压值就已经出来了。领动电位器 AD 值在变化，电压值也对应变化。这就是第一个程序的现象。如果你需要把 AD 值换算成电压的话，就可以这样做哈，乘除一个系数变换一下就行。一般的话，如果就只是进行阈值判断、数据记录的话，也可以不进行变换啊，直接使用原始的 AD 数据，这样也是可以的。好，第一个程序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看一下 PPT 啊，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第一种转换方式，单次转换非扫描。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使用第二种转换方式，连续转换非扫描。这个模式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不断的触发，也不需要等待转换完成的。这种模式也可以在这个工程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只要稍作修改就行。我们回到 AD.C 文件，要切换为连续转换，那这个连续转换模式这个参数就要改成 enable， 现在就是连续转换的模式。然后看一下流程图，连续转换仅需要在最开始触发一次就行了，所以这里软件触发转换的函数就可以挪到初始化的最后，在初始化完成之后触发一次就行了。这时内部的 ADC 就会一次接着一次连续不断的对我们指定的通道零进行转换，转换结构放在数据计算器里，此时数据计算器会不断的刷新最新的转换结果，所以在 AD.getValue 这里就不需要判断标志位了，直接 return 数据计算器的值就行了。这样程序就是单通道连续转换非扫描的模式。我们看一下现象啊，下载，程序现象和刚才是一样的，也能实现单通道的 AD 转换。这就是连续转换非扫描的模式。那回到代码，这里就先改回来哈，需要哪种模式你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选。那第一个代码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个代码。先看一下接线图啊，打开7-2 AD 多通道的图片，看一下。在这里我们使用了4个 AD 通道，第一个通道还是电位器啊，接在 PA 零口，之后上面又接了3个传感器模块，分别是光明传感器、热敏传感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它们的 VCC 和 GND 都分别接在面包板的正负极哈。然后这个 AO 就是模拟量的输出音阶，3个模块的 AO
分别接在 PA1、PA2 和 PA3 口，加上电位器的 PA0，总共是4个输入通道啊。同样，这些 GPIO 口也是可以在 PA0 到 PB1 之间任意选择的，我这里就选择前4个了。那然后看一下面板板，接下电路啊，这里拿出光明模块，接上3根杜邦线，输出要接在 AO 啊，不要接成 DO 了 ，DO 是数字输出。然后这边 VCC 和 GND 接电源 ，AO 输出接在 PA1 口，这就行了。接下来热敏模块也是同样的接法 ，VCC GND 接电源 ，AO 输出接在 PA2 口，最后反射红外传感器 ，VCC GND 接电源 ，AO 输出接在 PA3 口，这样接线就完成了。然后回到工程文件夹，复制一下上个代码，改个名字，叫7-2 AD 多通道，打开工程。在这个工程里，我们修改一下这个代码哈，来实现 AD 多通道采集的功能。那看一下 PPT， 如何实现多通道采集呢？多通道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后面这2种扫描模式是吧？利用这个列表把4个通道都填进去，然后触发转换，这样就能实现多通道了。这样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但是还是那个数据覆盖的问题。如果想要用扫描模式实现多通道，最好要配合 DMA 来实现。我们下节讲完 DMA 之后，再来试一下扫描模式啊。那你可能会问啊，我们一个通道转换完成之后，手动把数据转运出来不就行了？为啥非要用 DMA 来转运呢？这个方案看似简单啊，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扫描模式下，你启动列表之后，它里面每一个单独的通道转换完成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标志位，也不会触发中断哈。你不知道某一个通道是不是转换完了，它只有在整个列表都转换完成之后，才会产生一次 EOC 标志位，才能触发中断。而这时前面的数据就已经覆盖丢失了。第二个问题就是 AD 转换是非常快的，刚才我们也计算过，转换一个通道大概只有几微秒。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在几微秒的时间内把数据转运走，那数据就会丢失。这对我们程序手动转运数据要求就比较高了。所以在扫描模式下，手动转运数据是比较困难的哈。不过比较困难也不是说手动转运不可行哈。我们可以使用间断模式，在扫描的时候，每转换一个通道就暂停一次，等我们手动把数据转运走之后，再继续触发，继续下一次转换。这样可以实现手动转移数据的功能哈，但是由于单个通道转换完成之后没有标志位，所以启动转换完成之后，只能通过 delay 延时的方式，延时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保证转换完成。这种方式既不能让我们省心啊，也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们暂时不推荐使用。那这些方法都不行，我们本节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多通道了呢？答案是能实现，而且非常简单。怎么实现呢？我们可以使用上面的这个单次转换非扫描的模式来实现多通道，只需要在每次触发转换之前，手动更改一下列表第一个位置的通道就行了。比如第一次转换，先写入通道0，之后触发等待读值；第二次转换，再把通道0改成通道1，之后触发等待读值；第三次转换，再先改成通道2，等等等等。这样在转换前先指定一下通道，再启动转换，就可以轻松的实现多通道转换的功能了。那回到代码，这里也只需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就行了哈。我们可以把这个填充通道的代码剪切，然后在触发转换之前粘贴，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想指定的通道可以提取成 AD get value 的参数，这里可以先转到定义啊，把它的这个参数复制一下，
然后回来，原封不动的向上一级传递。这里通道0改成参数指定的通道，这样就行了。这样我们在调用 AD_GET_VALUE 进行转换时，只需要指定一个转换的通道，返回值就是我们指定通道的结果了。我们现在要指定的通道是通道0123，所以上面这里的 GPIO 初始化也不要忘了，或上 GPIO pin 1，复制一下，再或上 pin 2、pin 3，把这几个通道的引脚初始化一下，然后剩下的就不需要更改了。最后头文件这个函数的声明也更新一下，这样就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试一下看看。回到 main.c， 先把这些先删掉编译一下看看，没问题先定义几个变量 uint 16-t ad0 ad1 ad2 ad3， 然后显示字符串，一行一列显示 ad0 冒号，复制一下，二列显示 ad1， 三列 ad2， 四列 ad3， 之后在主循环里 ad0 等于 AD_GET_VALUE， 给个参数指定通道，参数是什么呢？跳转定义看一下，然后再跳转这个函数，这些就是可选的参数。我们选择通道0，放在这里，这样返回值就是通道0的转换数据了。之后同样的方法复制粘贴几个 AD1 等于通道1， AD2 等于通道2， AD3 等于通道3，这样就行了。最后 OLD 显示一下 OLD show number， 一行5列显示 AD0 长度为4，复制一下，二行5列显示 AD1， 三行5列显示 AD2， 四行5列显示 AD3， 最后 delay 100毫秒，这样就完事了。现在是依次启动4次转换，并且在转换之前指定了转换的通道。每次转换完成之后，把结果分别存在4个数据里，最后显示一下。这就是使用单次转换非扫描的模式实现 AD 多通道的方法，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方法试一下看看。下载，看一下现象。首先是电位器，看 AD0 的数据没问题。然后是光敏，看 AD1， 也没问题热敏，看 AD2， 热敏这个值变化的比较小也没问题的。最后对射传感器，看 AD3， 也是没问题的这就是第2个程序的现象。好，到这里有关 AD 转换的代码部分就完成了。AD 转换的扫描模式和更高级玩法，我们下节再继续学习那本节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节再见。